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在训练前、训练中、训练后该如何补充碳水化合物。我会以简单碳水化合物和复合碳水化合物做比较的方式给大家介绍。训练前，我们应该补充复合碳水化合物。在一般的健身训练中，有人要问什么是一般的健身训练？就是训练时间在60分钟左右的健身训练。身体在训练过程中消耗的主要能源就是糖分，那么复合碳水化合物可以给身体提供大量的糖分供给。但是如果你食用的是简单碳水化合物，那么这些糖分子很快就会被身体耗尽，起不到持续功能的作用。甚至有时因为在训练前补充了简单碳水化合物，还会造成低血糖的状态，吃了糖分还会造成低血糖。我想你一定搞不清楚了，下面我来给你解释。在训练前食用了简单碳水化合物，你的血液得到了大量的糖分，而造成血糖迅速升高，这就给你身体的功能系统一个错误的信号。你的身体里有的是能量，有的是糖分，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在运动的时候放肆的使用这些糖分。但是要知道，简单碳水化合物供能的时间很短，糖分的过度使用反而造成了低血糖状态的出现。想想你小时候参加运动会，你的老师会在比赛前给你一块巧克力或者一些糖什么什么的。这个世界上充斥着两种现象，不是傻就是坏。我相信你的老师不是有意回你，他只是傻而不是坏。说话这么直接好吗？当然，这种现象只会出现在初级训练的人群中。经常运动的人，就算是饿3天，他在运动中也不会出现低血糖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我们有机会会讲到。对于耐力训练者来说，训练前要加简单碳水化合物和复合碳水化合物2种碳水化合物，这是为了追求一种身体糖分过载的状态。甚至耐力的运动员会在训练前1周就大量的补充糖分，在比赛前能够让身体达到糖分过载的状态。那么对于爆发力项目和健身训练，在训练前补充糖分的方式是一样的，只补充复合碳水化合物。请注意，我所说的训练前指的是训练前60到90分钟这个时间段内。我们继续来谈训练中。对于爆发力、力量和健身训练的人群而言，训练中我们没有必要补充任何形式的碳水化合物。当然，这指的仍然是你常规的60分钟的训练。训练中运动的能量主要来自于你肌肉内部的肌糖。在肌糖的那期话题之中，我们讲过，肌糖的补充时间在训练后6个小时之内。训练中补充的糖分是无法进入到肌肉之中的，所以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如果你做的是长时间的耐力运动，那么你就需要在训练中补充复合碳水化合物了。我们的身体在训练开始的前30分钟，基本上使用的是储存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糖和肌糖。30分钟以后，血糖不能够持续的提供能量了，转而提供能量的是肝糖、肌糖和脂肪。那么在训练开始的30分钟这个时间，你就应该第一次的补充复合碳水化合物了。但是要记住，这部分补充的糖分在身体运动达到60分钟的时候才能被身体利用到，这其中需要30分钟的消化吸收的时间。所以每隔30分钟补充1次糖分，根据你的训练长度，你可能会补充很多次，一直到训练结束前的30分钟补充最后1次。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耐力运动员在比赛或训练之中会补充一些香蕉或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饮料的原因了。你一定没有见过举重运动员或者拳击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补充糖分的现象。所以对于少于60分钟的运动，训练中是不需要额外补充碳水化合物的。爆发力运动项目和健身训练的补充方式是一样的。下面我们来讲训练后。训练后应该补充2种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简单碳水化合物加上复合碳水化合物。简单碳水化合物吸收快，所以在训练后补充可以迅速提高血糖、肝糖和肌糖的储备。但是简单碳水化合物提供的糖分数量少，时间短，因此就需要同时食用复合碳水化合物。当简单碳水化合物被消化利用掉以后，复合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利用逐渐对身体的功能系统起到作用。简单碳水化合物和复合碳水化合物在补充的比例上是1:3，也就是1份的简单碳水化合物
和3份的复合碳水化合物。耐力、爆发力、力量、肌肉训练这些训练项目在训练后补充碳水化合物的方法是相同的，只不过每个人的训练项目和体重不一样，所以他们补充的数量不一样。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在训练前60到90分钟这个时间段内，我们应该补充复合碳水化合物，提供身体运动时使用的能量，避免食用简单碳水化合物，特别是训练初级者。常规60分钟的训练，在训练中没有必要补充任何碳水化合物。耐力运动者要根据训练和比赛的时间，运动开始后每隔30分钟补充一次复合加简单碳水化合物，直到运动结束前的30分钟。训练后要按照1:3的比例补充简单碳水化合物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简单碳水化合物负责快速的恢复身体的糖分，复合碳水化合物负责持久而足量的恢复身体糖分。对于碳水化合物的补充，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留言区进行讨论。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见。